My kiss grants you immortality or death.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给大家带来爱丽丝的实战解说。这边先跟大家抱歉一下，由于新版本跟薯片太晚才释出，赶不及在礼拜天制作完毕，所以大家就等到下礼拜吧。我们这期就先来讲讲爱丽丝，但技能就不太特别，另外一个个讲了，我们直接看实战一边讲。主要是因为我之前都不知道改版资讯，在爱丽丝被改版的前3天，我才制作旧版的爱丽丝教学。不过技能特效原则上都长得差不多，但玩法却完全不同了。那爱丽丝前4集没啥好说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发育，保证2分10秒的时候能够必定4级，这样我们4级之后才能开始浪。那我这边就趁前面的时间简短的把技能讲一下。那现在爱丽丝的被动不再需要捡球了，主要就是提高自己的回魔能力，在跟英雄战斗中时回魔能力会更强，所以平时也可以去摸摸敌方英雄，但不一定要进去拼命，当然魔很满的话就不需要这么做。然后我们的等级越高，移动速度会越快，大招的回血能力也会越强，后期会比以前强很多，但我觉得还是跟以前一样非常吃队友。再来1技能跟2技能和以前一样，但是1技能的 CD 时间变长了点，主要是因为现在爱丽丝的大招只要弄到敌方英雄就能为自己的1、2技能回 CD， 所以游戏官方觉得怕太强，就把1技能的 CD 变成了8秒，然后又因为还是太强，减 CD 也被砍了，大招碰到一个英雄一次伤害只减了 0.2秒，所以逃命追击赶路的速度反而大不如前了。不过数据都是有可能会一直微调的，不要傻傻的只看我的教学而不懂得变通。但2技能就强了， CD 短于1技能，而且大招触发的减 CD 也减的比1技能多，所以现在在团战中只要黏到敌人就能按好几下的2技能，大招范围内越多敌方英雄，我们的1、2技能就 CD 的越快。不过1技能的减 CD 比较少。前阵子很流行爱丽丝打野和星梦打野，但我并不想出这2的打野教学，因为很明显就是角色做坏了。官方不是傻子，不可能让个原本设定本意不是打野定位的英雄变成大家都拿去打野的，顶多是给我们爽一下而已，绝对不是长久之计。这边有没有看到2分10秒了？刚好4级才有办法来帮忙抢乌龟。这场的敌人全部都是2或新手，3级是要怎么打？不过我第一次反击打开太早，把1技能给放掉了，否则应该是可以多挣一次他们2技能的。不过也是因为露比把我的目标拉走，想说是不是要跟上，西西也开了反击，我就不在人群中纠缠了，绕一圈有机会再进场，大招弄到越多敌人越好。但是在前期我们的魔力上限也不多，开了大招很快就会干了，所以在还没出2件大装之前，我们千万不要恋战，进场一次，通常下一次的1技能就是要拿来逃跑的。不过现在我是一脸懵逼啊，我们都4级打都3级，竟然没吃乌龟，还只收掉一个敌人呢。此时老实说，我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好吧，不管他了，那中路的小兵过来了，我用大招帮自己回个血。虽然大招的小兵回复量只有1半，不过中路的小兵比边路多1只，所以之前有人问我，我都说爱丽丝现在打中路才是最好的。那现在我的队友要抢乌龟，1技能差1点才回好，那我先大招进场，在2技能先收掉阿尔法，再黏着 CC，1技能补上伤害，顺便调整位置，大招能弄到更多英雄更好，可以让技能更快 CD 好。只可惜这边我完全没魔了，2技能也还没有 CD 好，就没有去追小法了。不过通用回击回魔是很强的，马上就有魔可以按技能了。不得不说一下，刚才路过的拉斐尔实在演的有点超过，离题了。那总之带个通用回击和不解怒火回魔贼快，支援也快，看我偷摸一下野怪小兵也能帮自己更快速的回魔。那我现在看到我的队友在入侵敌方蓝区了，我这边走过来帮忙，先打开我的1技能过去，然后先把我的大招打开，再直接瞬移到1技能的落点，这样子的话我一落地就可以马上点我的2技能了。当然我们还是要看我们落点好不好，再决定我们要不要按2技能。关于这部分玩法是和之前没有任何差别的。那大招的开关就是我们节省魔力的关键了。关于这部分我也不是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待会有失误的地方，我一样用检讨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哪边可以关起来，其实会更好。不过这个时候拉普对我打了一个什么莎娜，我拿给我的菲律宾朋友看啊，他也看不懂啊，到底是干
什么？应该是我个人是觉得啊，他刚才应该是骂我把一个残血的放走了吧？但是他说这个词好像是夸奖，这是比较偏向正面的意思，并不是在骂我。但我是觉得这应该是在骂我吧。不过敌人现在全部都去找拉普了，我也是赶快过来帮忙。但是我这边看到阿尔法在这边，所以我稍微帮忙卡一下这边。可是我看到有一个残血的在防御塔里面啊，哎呦！但是我进去了，我的队友又跑掉了，并没有跟上。那我现在队友又被追了，我这边打算又再进场一次，因为敌方3个都在一起，但是阿尔法大招还在啊，我一进去就被推走了。然后这边先把大招先关掉一下，先等个 CD， 一技能回好，我们就再次进场，帮忙把阿尔法给留下来。那现在这边虽然我反击好了，可是我的血太少了，而且线上也没有太多的小兵群，所以我打算先回到中路吃一下中路一波小兵，让自己血回到比较满的状态，我们再来进行会战支援。看到小兵来了，其实我应该把后面的炮车跟那个远距离的小兵啊，先让他打我们的小兵，我们再站过来，这样我们会比较好回血。因为老实说啊，炮车打人还是蛮痛的。现在又看到这只炮车快死掉了，所以我一定要吸到这只经验，我是冒着生命危险也一定要吃到那只炮车的经验的。然后又看到我现在的队友又在抢乌龟了，所以我这边过来帮忙支援一下，打一下乌龟的会战。哇，这我们巴蒙其实非常危险呢，他其实2次都没有尾刀到乌龟啊。这边我直接弄到4个人、3个人啊，现在剩2个人，但这边我反击也开了，可是我还是扛不住敌人的伤害了。不过这边我事后想了一下，虽然我大招可以帮自己的1、2技能回 CD， 但进场之前还是应该先等一下2技能 CD 完毕再进场会更好一些。而且这场他们是有拉斐尔的，全队还会被加速，是稍微有些被克制到的。还好我的队友这场非常给力，尤其是这莱斯利，他刚才的操作让我非常的惊艳啊，已经把巴蒙的不足全部给补回来了。好，那现在我复活了，我就往经验路这边来赶一下，因为 CC 正在推塔啊。大家看到这边，这是一些小技巧，利用地图箭头还有基地的加速，都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回到线上。然后这边拉普被围殴了，要去支援，也可以趁小兵快死掉的时候，再利用1技能快速到达战场，这样子才不会浪费掉我们小兵的经验，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我们2个队友不在，我也没有反击，扛不住伤害，所以就吃个伤害就先退了，不要贪心，吃口回复，再加上通用回击，我的血也是回得蛮快的。但这边又看到拉普还想打他不走但是我这边弄到小法了，我看你们黏住他，然后把他给黏死，不过我这边被他一个火焰爆弹给弹走啊，实在是非常可惜啊。第2下的2技能并没有震到小法，不然他就死定了。然后我现在看到我中路的兵线已经进塔了，所以我绝对不能去深追的。但是我们巴蒙还在追，可是巴蒙是追不上人的啊，不知道他脑子在想什么呢？那我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要追人的话，最好是在3-5秒内有把握把敌人追死的话，那我们可以尝试追一下。但是3-5秒内没有把握把敌人给追死的话，我们一定要果断放弃。尤其是像这场对面还有拉斐尔啊，像其实我们从中路走到下路，其实也只要个5秒，顶多7秒钟啊。如果只要加上对面这场有拉斐尔的话，就更快了。好，先回到战场这边，我1技能过来先弄阿尔法，因为他是打野，但我队友都过来了，也死定了，我就先不管他，可以先贪心一点来追后面的小法。然而现在又是一个熟悉的画面呢，拉斐尔又过来演了。好，收完拉斐尔来打乌龟，那这边其实我也有看到普罗迪已经残血了。不是，这巴蒙本来不想打乌龟，还想要过去杀普罗迪啊，这其实是完全不需要过去的。而我留下的原因就是刚才巴蒙稍微离开了一下啊，所以我留下来帮忙打乌龟了。乌龟打完也用1技能过来，让我1支兵的经验都没有流失掉。那我补充一下，为什么说普罗迪那个围殴根本不需要过去呢？因为其实拉普跟佛朗哥都已经过去了，并且莱斯利也在后面还可以点1枪的伤害。而 MOBA 游戏是团队游戏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资源分配好，我们每个英雄都是一个资源，而不是一味的只拿头跟助攻，那样的话只能确保自己是 MVP 而已，不一定能确保自己可以赢。那这边我也是来帮忙抓一下这个 CC， 但是他竟然想不开啊，往我们家方向来送了。虽然说 CC 的吸血能力也很强，但是他被围殴还是吸不回来的。而我们爱丽丝则是相反，不喜欢1对1，喜欢在人群之间让更多英雄能够触碰到我的大招，这样我的2技能就会回得非常快，可以拼命震。哇！但
是我们这边上路又要打起来了，哇，拉普跳进去了，那我这边必须赶快来支援了，哇，他怎么超神啊，哇，然后他血还满的哎，哇，这边一技能往塔里面发，但我人走过来卡住来支援的敌人，不过 CT 发疯了，跳了进来，那我也只好跟他说谢谢，他们推不了了，我再一技能进去郊区一阵，把他们两个直接收掉，哎，这个阿尔法怎么跑掉了哇？不过虽然阿尔法没死，但他也是回去泡温泉了，哎，结果普罗迪又出来送了，我也是直接过来镇下，哎，不过刚才应该是没有摸到，少赚了一次助攻，有点可惜。那现在又是到了中后期，到了没什么事干的环节了，这时候就是等领主跟清兵线了。那也由于现在爱丽丝其实一技能的 CD 变得有点长啊，所以说现在后面3件的 CD 装备，我觉得都是蛮必要的。如果顺风的话，就是建议先出攻击装，那如果说稍微有点逆风或是被打太痛的话，我们就用防装的 CD 装来代替。总而言之，就是最少要有2件 CD 装，至少要减20% CD， 这样我们的一技能才会可以更好的释放。所以我觉得爱丽丝的出装其实绑得还蛮死的啊。那听说之后要改版装备了，我们的核心装备有命运刻钟，还有寒冬权杖，都是即将要被改版的。好，这边先回到战场，我一技能封敌人去路，切割战场弄到 CC， 他开反击也无所谓，先让他帮我回 CD， 等他逃走，我们一技能也到了，过去震一下收掉。小法跟阿尔法想收我，我只好把反击先打开，先退了，然后再吃口回复。我们爱丽丝的回血能力还算还可以的，哎，但是我的队友被小法的大招给弄住了，我这边必须要回来稍微帮忙一下。哦，拉普直接反手一跳啊，直接进去超神啊！我也是大招开了一技能跟进去，然后2技能疯狂震敌人。不过佛朗哥没血了，莱斯利也被抓掉了。那这边的话就我有点危险了啊！我现在尝试看看有没有办法大招贴住他。幸好这边普罗迪自信回头，差了一点伤害，我活了下来，让我捡了条狗命。还好刚才普罗迪没大招了，不然我死定了。来这边看到的就是温泉出来的小技巧，先用一技能出来，这样我们可以更长时间维持温泉的加速效果。回到线上的速度会比走出来再用一技能来位移还要快上许多。那现在我们也已经出了2件有魔力的大装，所以我开大招的时间也就可以开得比前期来得更加持久。所以我们现在花点魔力吃个野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现在我看到我的路人队友又想开战了，那么我也只能先跟上了。我的反击也快回好了，刚好可以打一波会战，所以我就直接上啦。我一定会被围殴，所以反击先打开，一样再黏着敌方英雄回2技能震敌人。我甚至直接进塔留了3个人，不过很可惜我的队友似乎都没招了，而且我刚才其实已经先按了优先购买寒冬权杖，但是还没有出来，不然刚才他们全部都要被我一个人给塔杀的。那出寒冬权杖的好处就是按了无敌大招，只要有魔力就还是会一直开着的，可以为自己回血，常常自己残血时开个寒冬权杖，我们的血就可以用满了。哎呀，这个巴蒙啊，真是让我一直叹气呀，这个。那趁我们打领主的时间来讲一下战场技能好了。其实爱丽丝不一定要带反击的，急走、石化、护盾、治疗也都可以考虑看看，主要看敌人是什么角色。因为我们打排位是可以先看到大家选完英雄，再来确定战场技能要带哪个。如果真不知道要带什么，或者是宗师以下还是打匹配，那就带反击最通用。那像这一场其实要换其他的也都挺适合。哎呀，我这边被 CC 绑住，意见跟巴蒙分歧了，他想要去追阿尔法，这也没办法嘛，因为我是爱丽丝，走的位置就不是正常英雄走的，真的很抱歉，我也是赶快跟他发个信号道歉一下。虽然他前面让我叹了好几口气，不过为了要赢，我还是得低声下气的博取他的信任跟同情。那看到这边就是爱丽丝现在最让人觉得无解的地方了，我们就是开着大招疯狂黏着敌方英雄回 CD， 一技能还可以让我们调整位置跟补伤害。我这一个下来总共用了3次的一技能和5次的2技能，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就算是后期了，我大招打开，从魔力满到会战结束追完人也才15秒，魔力就干了，所以我们会战千万不能打太久，否则一不小心就没魔了。虽然回是回得很快，但干了的话就不能顺畅的接技能了。不过不得不说，这个巴蒙很过分啊，竟然不给我蓝，他把蓝给我不是很好
好吗？那现在我有寒冬权杖，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推上高地很简单，只要让我抓到机会，一技能在敌人中间，我就直接进场了。高地塔打我，我扛几下把寒冬权杖打开来，这么一来，我大招就能为自己回血回的差不多了。爱丽丝是个很容易打上高地的好英雄，不过我们现在反击还差一点，还没回好，魔力也不是很足够了，打法就要稍微保守一点。所以有没有看到我的大招是开了又关，开了又关的，要非常节省。那现在我的反击也终于回好了，就可以稍微大胆一些了。那这边我弄到普罗迪，不过人头被佛朗哥给抢了过去，那倒没有关系，只要对队伍好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这边继续再找机会，我们还有4个人都在，很有机会可以把主堡给拿下的。虽然弗朗哥跟巴蒙去扛个塔硬上就可以直接赢了，但是毕竟他们是路人，也无可奈何。哇，我被小法的大招弄到了，有点痛，吓到我把反击给交掉了。那敌人也都要复活出来了，这边也只能先撤退了。谁叫我们的游走怕死不敢直接硬上呢？只好让游戏时间继续拖下去了。那现在这边需要等一下弗朗哥，我在这边就刷个野怪帮自己回个血，然后我们的巴蒙还闪个蓝 buff 啊，示意我拿家里的蓝。可是我过来拿的时候，他们怎么开战了呢？那我也只能放弃拿蓝，马上赶过去支援。我一技能过去看能不能弄到敌人，但这边我是没有反击的，被打有点痛。拉斐尔又加速，让我没有办法大发神威。拉斐尔残血，我先一技能过去把他给收了，但是因为我们的队友都没有等我，硬要开战，巴蒙跟拉普都先蒸发了，莱斯利跟弗朗哥也被断后，没有办法过来，所以就变成我在前面1打3，那没反击的话也是扛不了刚才的那些伤害的。那这段我死掉的时间就快转一下吧，也趁死掉的时间可以研究一下是否要换更好的应对敌人的装备。那现在我的队友都在领主那了，但我还没有在小地图上看到敌人头像，所以我就先来拿蓝了。有蓝的话，我的大招就能开更长时间，并且我也没有出满40%的减 CD， 所以帮助还算挺大的。现在看到敌人都出来想抢领主了，不过他们并不敢这么做，但他们出来离家很远，我们可以尝试追一下。很好，弗朗哥开了隐匿加速，而且瞬移过去绑了小法，可是他并没有接上钩子，把人给控住，害我们拉普送了。哇，这普罗迪伤害我开反击也挡不住，只好先把寒冬权杖给打开了。可是我并没有吸满血，敌人都有跟我保持距离，那我这边也没有办法了，交代掉了。哎呀，其实我刚才反击打开，应该再忍耐一下，往后退一点点到兵线撞击的位置，再开寒冬权杖，那样我就可以保证自己可以回更多的血量。不过也是有可能寒冬权杖还没开就扛不住，直接交代了。不过我相信刚才如果是佛朗哥有绑到小法，然后有把他控住的话，我相信结果应该不会是这样的。这就是我说爱丽丝为什么非常吃队友的原因啦。我觉得他办得到，但是他并没有办到，这个结果就会变成这样子了。不过现在敌人犯了一个非常天大的错误啊，他们守家的是 CC， 而不是普罗迪在守家，那他们清兵会来不及的，因为现在已经游戏18分了，小兵是非常强的，就让我实现了躺赢的梦想了。谢谢小兵 carry。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爱丽丝是一个中后期英雄，前期没有队友帮忙的话会很废，也要懂得不要开大招开太久，还有要懂得放弃追击，也要懂得时常关闭大招节省魔力，必要时再打开来帮自己回 CD。这边看战绩，好像巴蒙跟弗朗哥好像很厉害一样啊。其实他们两个刚才是贡献度比较差的，莱斯利反而还比较厉害一些，然后拉普也不错。CC 是不是在骂人傻逼呀？不过大家看我的伤害还是非常给力的，29%。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雨，我们就下期再见了。